带您侦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轮好，各位朋友好。好，观众朋友，我们也知道现在的国际最夯的话题，当然就是中日之间的这个互动跟一些这个互呛的状况。好，那当然我们在昨天也跟大家讨论到，中方在前天有公布音档哦，那他们现在也确认是中方有告诉日方说我们要训练。好，日方当时的回答是说收到。好，那这个音档一公布之后，日本这边秒改口。我们来看小泉进次郎，也就是日本的防长他说，陆方有事先通知将进行航空母舰的演训，然而没有将说这个空域进行的演训的一些具体资讯来通报自卫队。他甚至也说没有事先的发布针对船舶航行的警告，而且充分的提供避免危险的资讯。好，所以就代表说他确认中国大陆是有事先通知，但是又说演训这个资讯不足所以才导致了整个事情的爆发。好，但是小泉进次郎还是有讲说，无论有没有事前通告，这问题的本质就在中方的军机断续的对自卫队飞机进行雷达照射，时间他说长达大约是30分钟。好，所以这样的讯息从日本这个隔海传回到了中国大陆之后，中方的外交部他也是回呛说日方此前声称没有接到中方的通报，现在又承认事先有收到了中方的信息，他们也呛他说是前后矛盾，顾左右而言他。那现在呢，日本这个国内也有人实在看不下去，因为中方的录音资讯公布之后，就很明显嘛，是日方蓄意的来进行挑衅。所以日本的朝日新闻的前记者也特别讲说，关于雷达照射事件，看来中方的描述才是正确的。那日方如今无论再如何的辩解，都不会取信于人。那至少小泉进次郎的辞职已成定局，整个高市的内阁都必须辞职。好，但是因为这个涉台的言论，好到现在个升高成为了有可能成为了军事的冲突，大家一度都很担心不过现在看来整个情况这个高市的内阁确实出了一些问题跟状况。好，那高市现在到底要怎么处理呢？有人认为说这个要找美国来搬救兵吗？因为现在高市早苗说希望尽快能跟川普来进行会面。他说不论是他去华府还是川普总统出访海外时，他都希望能够尽早跟川普来会面。好，那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他是说美国国务院的说法也体现了美日同盟的牢固。好，主要就是因为在周二的晚间这美方终于有一些讨论了发声挺日本，但这件事情是在6号的时候发生的，其实也晚了好几天但是呢，这个美国一说话，好，日本马上就觉得说这就是我们美日同盟的牢固好，那雷达照射日机中国大陆是说无可非议，也提醒日方的盟友不要被带节奏了。好，中方是说就是日方蓄意滋扰在先，而且造谣炒作在后，这场闹剧的策划者跟造势者就必须承担一切的责任。那甚至中方也提醒日本的盟友要提高警惕，不要被日方带了节奏。那中国大陆这边还是持续在施压，包含就是钓鱼台，那他们的海警持续的施压当中，也再闯入了钓鱼台的领海巡航。那这是央视新闻报道说，大陆的海警2501舰艇编队10号在钓鱼台的领海内巡航。那这是近期中日紧张情绪升级以来，中国大陆的海警第3度的闯入存在主权争议的钓鱼台领海。那很多的事情现在看起来还是持续在升高当中，并没有降温。那中国这边当然也有在呛虾说日本的自卫队现在看起来越发的张狂，甚至想借助监视中国舰的机会玩几个危险的动作一边给自己刷存在感，一边又借机给背后存在着美国地头民壮。但他们忘了中国军人从来不怕妖魔鬼怪，敢挑衅闹事就坚决回击。好，所以日方要做一些小动作，恐怕也不是有办法全盘的有优势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冲突。
但是现在高师还有一件事情要伤脑筋啊，就是日本的经济。我们看到了，像是在最近这个日本青森这边发生了强震，所以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也确实有工作再工作。好，因为彻夜未眠，我们来看他画面是掌握灾情之后，没想到隔天是照常进入到国会，所以您可以看到这画面上是被媒体拍到这睡意奋战，经常眨眼那个吐气，试图的打起精神。确实整个的状况就是非常的纷扰，国内的经济国内的内政，还有现在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外交、军事都有冲突，所以大家就说高市早苗是不是也算是策略性的有收敛呢？因为他在众院预算委员会的会议当中其实针对了中日关系恶化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还有特别讲到包含中国方面一连串的措施所造成的影响在内，他们会密切的注视局势，而且妥善的应对。那或许这是日本不愿意面对的现实吗？好，我们看到日本经济新闻最近有看一个文章，说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纯电动车的出口国，而且预计在2025年的汽油车的出口量也将超越日本，要居世界第一。所以对此日本的汽车厂商的心情现在看起来可能会相当的复杂。好，那当然整个国际的群势目前大家锁定在的是日跟中之间的关系，那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有冲突发生，但是日本确实有一些动作让中方非常的不舒服，当然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击方面。我们先问邱毅委员。日本朝日新闻的前记者说的有道理。如果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标准来看，小泉是一定要下台的，而高市的内阁可能也因此要有倒阁的风险。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12月6号所谓的雷达照射的风波，小泉确实在说谎了。你凌晨2点跑出来开记者会，大家一开始认为说是你小泉紧张害怕睡不着觉，后来仔细一想，会不会是因为配合美国的时间，要跟他的美国组织做报告，要把美国拉下水？那基本上小泉说谎的地方在哪里？第一个，小泉说大陆没有通知，辽宁舰的航母编队没有通知，到底有没有通知？现在音档出来了，证明了不但有通知，而且是用国际通用的频道来告诉所有的在附近的海域的船舶与飞机。当然嘛，你日本的兆月号当然听到啦，你也回应啦，他当然要上报啊。所以小泉说解放军没有通知，中国没有通知，明白的在说谎。然后被打脸了以后，他竟然还不承认错误，他竟然还怎么说？说最后承认有通知，但是表达意见不够完整。表达意见很完整啊，就是告诉你啊，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就是到了过宫古海峡，到了宫古海峡的这个东北面的地方，这个海域进行演训啊，通知的非常的清楚啊，还通知了2次，一次在12月6号2点左右，一次在12月6号的2点半左右。好，第二个问题，到底是谁在挑衅？大家要注意到哦，是谁先把飞机跑到人家演训的海域里面来的？不就是日本吗？日本的2架 F-15的战机跑到了辽宁舰的编队去演训的地方，而且这是日本的 NHK 说的哦，它的距离只到52公里哦。那我请问你，你2架日本的 F-15战机
跑到了人家辽宁舰的编队，在演训的范围的52公里。那这个时候要不要辽宁舰上有舰载机要升空做空中警戒？当然要啊。而你52公里基本上代表了对辽宁舰已经产生了危险，所以你当然要有所行动嘛。第三个，到底是用扫描雷达还是用火控雷达？一开始小泉有没有刻意引导？我认为嫌疑很大。日本的媒体也炒作啊，说是火控雷达锁定了，火控雷达锁定那就严重了哦。但这事实上它只是在扫描雷达的扫描而已啊，照射而已啊。而这是本来就是你侵入了到52公里内，难道扫描雷达不需要处理吗？好，第一次3分钟溜了，然后到了6点多的时候又来了一样2架，这一次僵持了半个小时，距离虽然扩大到148公里。为什么这次距离比较大？因为你是2度来骚扰啊，是，所以你明白的是，你日本先挑衅、先骚扰，而且让辽宁舰的演训的编队感觉到有危机的存在吧。所以中国大陆基本上是一个被动的防卫行为嘛。这样的情况，你日本还要卖乖，还要打悲情牌，想要把这些事情扩大渲染，把美国拖下水。你不觉得完全违反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很缺德吗？有明教授，小泉这个昨天早上很急的开记者会，讲了4点，前面2点就是第一点，有接到通知，不过他没有跑来跟我简报，所以什么东西啊，我要的东西他都不知道，我都没有告诉我，也就是说前一天说没有接到通知。第2天说有，因为这个音档出来了。小泉，我觉得其实现在真的有问题了。日本人叫他这个小泉语录越来越厚了。那就好像这个事件你看高市讲的台湾有事，现在已经变成这个雷达照射，大家就是搞不清楚。每个人现在都变成军事专家，那好像就是吃饭的时候在餐厅里面，这个包厢我跟大家讲，这个包厢我订的，这个包厢我订的。就外面的人就说好，我知道，然后结果还是头探进去被人家瞪了一眼。就晚上2点多开记者会，晚上2点钟开记者会是什么？战争、地震、飞机掉下来都没有。这种民粹操作到日本的媒体，其实讲句实在话，没有深刻的反省。对这种政治人物做防卫大臣很危险，而且基本上其实很白目，不了解国际现实的变化，也不了解自己跟中国大陆在经济、军事、地缘政治上的关系。美国在拜登的时候把日本视为叫战略竞争者，但是到川普已经不这么讲了，视为中美的G2两强体制。日本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把中国视为安全威胁者，而且是一种被害者的心态，我要遭受到强者的这种对我国家安全的威胁。他举这个辽宁舰附近的这个演习，旁边都是我们日本的岛屿，但是那整个海域是公海的海域啊，所以不能这样子操作。日本现在开始有一些声音出来，可是因为太民粹了。那至于美国是不是真的在挺日本，我个人其实觉得他是路透社去美国国务院问来的一段话，但日本就把它放大、放大再放大。其实真的以美国这连续对中国的态度，以及连续几个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就很清楚，你日本怎么会自己搞这个事情？晚上2点钟开个记者会，搞不清楚，什么事都没有，后来还硬凹说谎，这样子的政治人物把日本要带到什么地方去？
你最后是不是真的想要去修改非核三原则，甚至要发展核潜舰或是核子武器呢？日本人民会同意吗？国际社会会同意吗？好，确实之前不是有一句说高市早苗变成搞事早苗，他现在的状态真的是主动在惹是生非啊，大使。对，政治人物其实最主要的这个职责啊，应该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啊，促进经济成长。那么有这些经济成长、人民生活改善，再去求其他的事。那如果说在经济上欲振乏力，或者说缺乏能力、缺乏表现的话，很可能有些政治人物就铤而走险，去搞这些民族主义，去搞这个对外绅士。那其实有人说，其实日本的极右派现在面临就是这个问题。他对内的经济是束手无策，所以他就故意转移老百姓的注意力，把这个挑起外界的冲突利用这个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来移转注意力，对他的国内施政没有绩效让人们不会去注意到。现在高市早苗可能就会走上这一个比较负面的循环里面去。那事实上，日本的经济这些年都不是很好，我们都听到过这个所谓的日本的经济是失落了30年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30年在原地打转，然后呢没有明显的进步，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可日本社会有深刻反省吗？从安倍上来以后，这些极右派想的就是日本国家正常化。日本国家正常化就是要增加军费支出，就要增加日本的这个要修改宪法，要把日本的军力能够向外投射。日本可以主动打击他的敌对势力，而不是专事防守，这些都是花钱的，这些都是把外部关系搞坏的。那可是这些年来，从安倍开始就一直是走这条路。那也有人说，其实这是因为极右派他可以给日本的百姓跟社会吃一粒精神上的鸦片烟，可是呢，实际上他端不出经济的牛肉，所以他只有在精神上不断的怎么样，给日本的社会灌这些麻药、灌吗啡、灌鸦片烟，让这个社会呢，在沉迷于一些意识形态上，或者说精神上的胜利，可是呢，在实质上面是问题很大的。今年日本的第三季的经济已经出现危机了，因为它的成长是-1.8%，所以这是高市早苗要面临的问题。可是你看他一上任以后先把日本最大的外销市场的关系搞到现在这个状况，最大外销市场是哪里？就是中国大陆。所以呢，我觉得就变成右翼的政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常常用意识形态，然后对外强硬来转移在国内施政无能无力的这样子的一个现实。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的海上霸权是不是真的在移转当中呢？因为我们看到像是《华尔街日报》就有报道说，美国海军跟数据分析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4.48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40亿美元的合约。他们要利用的是 AI 技术来全面革新核潜舰的供应链管理，那试图就要解决这维修延宕的一个结构性的难题。那《华尔街日报》这样的报道，那当然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有更强的敌手出现嘛。那很多人就觉得就是剑指着中国的造船优势。那现在路透也报道说这韩国的造船国防集团韩华跟美国的防务新创公司正在结盟，好要为美国海军共同开发自主水下无人机。那这是用于侦察跟打击的任务，也被视为中国加速扩张海军实力跟台海紧张的升温背景之下，最新一波的美韩军工合作布局。好，那现在呢，美国的国防部他们也有一份机敏的报告有显示说，美方其实不相信能在台海爆发时击退解放军。哇，这是讲了大白话好说，因为解放军有能力在美国先进武器抵台之前就将武器全部的摧毁，所以即使是美国最新型的航空母舰福特号也无法幸存。所以大家就想说，天哪，连美国的
福特号可能都没有办法打赢共军的话，那美国是怎么了呢？好，所以地缘政治专家说，现在中国正在西太平洋的岛国密克罗尼西亚重建一处二战大日本帝国所使用的飞机跑道。那这个距离第二岛链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关岛其实相当的近。那现在川普也是中国的势均力敌强国啊，那如今他确实不愿硬刚。好，这是最新报告显示，中国跟美国在亚洲的地区已经成为了势均力敌的国家。那中国不仅正在缩小跟美国在该地区的差距，而且在所有受测国家当中获得了最高的外交影响力得分。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川普只要对于跟中国有关或是俄罗斯有关的，现在好像比较收手一点，不敢太大肆的张扬。但是这边不一样东南亚的泰国跟柬埔寨现在川普似乎有想要插手。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两方又再度爆发了冲突这个是泰国跟柬埔寨的边界我们看到这画面数度的交火，超过50万的边界居民展开了大逃亡。泰国这次还出动了坦克车，这大炮是直接轰向了柬埔寨的营区那甚至也暴露说，泰军将中国的 VT-4坦克投入了泰柬的冲突我们也看一下画面这是泰国军方所拍摄的影片显示，泰国陆军将 VT-4战车当作自走炮来使用，以125mm 的滑膛炮连连的轰击柬埔寨的军队阵地。所以整个情势上面是正在升温当中，大家就好奇了，川普你这边怎么想呢？好，他确实有开口说我实在很不想说不过泰国跟柬埔寨又打起来了，他必须要打一通电话再瞧一下。好，之前在7月份的时候，泰检也曾经有冲突当时川普跟这个大马总理安华进行斡旋之后稍稍平息结果没多久又打起来了。好，川普宣称此举体现出以实力缔造和平的政策，而且还自诩唯有他能一通电话就阻止两个强国之间的战争。好，但是我们看到泰国的无人机轰炸现在柬埔寨是愿意谈判的。好，他说这是柬埔寨的总理高级顾问说我们检方始终是敞开大门，即便现在去敲门也能联系到我们的领导人。那他说他们的领导人会负责到谈判桌前，但是泰国这边就比较强硬他说停火协议没有奏效，不会跟柬埔寨进行对话，所以将采取必要的手段保护国家的主权。所以现在要看这川普到底该如何瞧一瞧这通电话，泰国能不能有所这个软化。那现在呢还有一个紧张升温就是委内瑞拉的邮轮说被川普这边强扣了。好，我们来看这画面上也能发现说显示着2架的直升机逼近一艘船只，那身穿迷彩服的武装人员是沿着绳索垂降登船，然后就说这个登船的就是美军好，那当然川普也有说嘛，这个美国在委内瑞拉的海岸押扣了一艘大型的邮轮，非常大，然后实际上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艘邮轮。他说他们会把石油留下来。那现在委内瑞拉被这样子强攻，他当然有话讲嘛，说美国你根本就是蓄意的在掠夺能源资源这是抢劫，是国际的海盗行为，讲的也蛮重的。好，那美军的2架 F-18 战机逼近委内瑞拉领空也超过了30分钟。好，说这个最近只有这个约161公里，高度大约是2.5万英尺。好，随后就向北飞行离开了区域。好，川普就说很快会对委内瑞拉展开地面的军事行动。那他说马杜洛已经时日无多。好，所以这是川普想要的和平。我们问邱毅委员，我们对照一下在2年多以前，美国华府重要的智库 CSIS 做过了兵推，那个兵推很多人讨论，那个兵推呢有24个情境，其中有22个情境是美国、日本、台湾的联军得胜，解放军失败。可是时过2年多以后，美国的五角大厦
这份机密文件里面还有兵推，美国国防部做的兵推的资料，竟然是美国、日本的联军输给了解放军。你想想看，这2年多以来，中美之间的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另外的一个，最近川普不是要求赖清德1.25兆新台币的对美国采购武器的特别预算吗？正在立法院在吵，已经被在野党退回2次。可是现在美国又提出新的要求，如果通过以后，这1.25兆，台湾要先付给美国80%到90%，这不是等于把台湾财政掏空吗？好，如果依照美国五角大厦国防部这一份的机密文件，那台湾根本不应该跟美国买武器啊，因为你买了武器没有用啊，你根本运不回来台湾啊。这个机密报告里面，这可是官方资料哦，明白的告诉你，你跟美国买的武器还没有进到台湾交货，你就已经被解放军给摧毁了。他甚至提出来，美国即使用福特号11万吨满载排水量的全世界最大的核动力航母来护送，一样被解放军摧毁掉。那既然武器运不进来，台湾何必做冤大头、做凯子？有用吗？当然没有用嘛。现在啊，有美国的国安战略报告，很明显，川普在战略收缩，他要把第一岛链逐渐的交给日本，然后要退到第二岛链，关岛成为一个核心中的核心。中国大陆在密克罗尼西亚要建新的基地，美国在另一个方向，关岛的东北，在天宁岛跟塞班岛也在积极赶工，要建新的海空军基地。双方在第二岛链较劲。以前说第一岛链是所谓的战略冲突的核心，对，现在慢慢的移到第二岛链，往后退了，往后退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方向。最后一句话，我看到了太检现在的冲突再起，洪森自食恶果啊！你想想去年的7月，他怎么整贝东丹的，最后贝东丹被逼下台。而现在如果阿努廷泰国新的总理同意跟柬埔寨谈和，他明年3月29的泰国大选就别选了，他一定跟贝东丹一样的下场吧。好，有明教授，前2天呢，美国《纽约时报》社论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如果你上网站上去看，《纽约时报》的社论图文并茂谈到他取得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文件，《联合报》把它翻成叫做强者简报，一般把它翻成优势简报，也就是 overmatch， 所谓的压倒性的优势。因为美国建军呢，尤其是在冷战之后，就是要强调一个有压倒性，不只是全球区域，每一个区域它都有压倒性的这种军力，可以去避免这种冲突或者是这个战争，而且它可以同时维持2场大的区域战争的进行，虽然它没有真正的进行过，但是《纽约时报》取得的这份报告就说，美国已经不再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且面对中国解放军的发展，其实这个优势已经倒过来，尤其是你面临到第一岛链，它还用图方面的显示，20年前2005年的时候，美国在第一岛链在台湾附近拥有强大的这种优势军力，是可以采取所谓的战略模糊，那让解放军感受到威慑。可是呢，20年后，现在完全倒过来，福特舰美国最强大的武器，还没有到达台湾海峡附近，可能就会被摧毁。为什么？20年前，2005年，在这附近的
短程飞弹，中国大陆拥有960枚，可是可以打到关岛的只有21枚，打到刚才讲到的马歇尔群岛、克罗米西亚的这个地方的只有16枚。现在2025年了，大陆这边短程的900枚，中程的打到关岛的1300枚，打到马歇尔群岛的500枚，而且中间有许多是极音速飞弹，而美国都还没有。所以这整个就是《纽约时报》告诉我们，在第一岛链也符合后来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一岛链，你们自己加强军力，我们要维持台海的这个和平。但是呢，为什么？因为台积电很重要，还没有完全到美国来，所以呢，你们要自己自救。台湾要加钱。我看到有一些台湾的评论者像我们伟汉兄就说这个报告非常好，我们要感谢。我觉得他只看那个2页，他没有把这整个报告看得很清楚。美国优先战略退缩，其实第一岛链的国家，你要靠你自己自救。我觉得其实我们台湾要更清楚，《纽约时报》的这篇社论，它更清楚地显示出中美之间现在是G2两强体制，它要避免冲突。至于为台湾而战，在武力上其实已经大不如前了。好，大使怎么看？其实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这个做法，很符合川普在前几天才通过的这个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这个里面写得很清楚，就变成美国现在最重视的就是所谓西半球，这西半球就是美洲大陆。这美洲大陆它要恢复到一个什么地位？它要恢复到19世纪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就是什么？这个地方美洲是我美国的痉挛，别的人不要来干涉。可是我在美洲的话，我是纯100%的怎么样？我是完全掌控。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国家安全的最大的威胁，照这一篇这个国安报告里面，就是美国被入侵，被什么入侵？非法移民，还有这些药物，还有毒品这些入侵。所以美国现在的这个国安的当务之急就是怎么样？先把西半球，也是中南美洲的问题，把它控制住，让美国完全掌控。另外呢，你只要有毒品，你只要有非法移民，你只要有不法的事情会往美国输入的这些国家，它都要一个一个把你摆平。所以这个委内瑞拉这个事情，你看拖了那么久，美国是慢慢加压。可是我观察川普，其实这个人虽然有时候说话有点浮夸，可是他对目标的追求他是很执着的，他不会轻易放低目标的。所以委内瑞拉这一次不会那么容易的从钩子上就掉下来，他现在被挂在钩子上。我想这个事情最近看到的画面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坐着战斗直升机直接降落在一个这个游轮上面，这个已经好多年没看到了，而且由美国来执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执行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上它是怎么样，几乎是见机履机。所以委内瑞拉这次我看是问题蛮大的，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曾经跟观众朋友讨论过，我觉得川普自己心中最大的心魔其实是拜登。因为他很常讲到拜登就一直批评拜登到一无是处我们来看他最近有说自己的经济很好那希望挽回选情，但是又说就是因为拜登推升了物价。好，我们来听听川普他怎么讲。I wonder what grade you would give A+. your economy. A+. Yeah, A++++++. They have a new word. They always have a hoax. The new word is affordability. 他说自己是 A+++++ 的5次很厉害。但是国内物价跟这个共和党内不安情绪他认为不是生活成本的问题。那如果有经济困境他认为就是拜登任内的遗毒。那甚至川普还怒斥前总统太笨，断送了晶片王国。那说他自己跟 Intel 10分钟的交易内幕他说就吸引了不到
自己啊就吸引了不到1兆美元的投资哦，创下了纪录，甚至哦他说还帮美国在10分钟之内赚了400亿的美元，但是就没有人提起这件事情。那现在呢，这个 Fed 的理事任命的合法性哦，那当然他有讲说啊，这个刚听说前总统拜登对于 Fed 的4项任命都是以自动签名笔批准的，那还包含了就是 Fed 主席鲍尔，所以他似乎在说这个鲍尔的这个任命是失效的。那他也说，确实啊，鲍尔的这个维持高利率拖累了经济成长，那也多次的公开批评他的行动太慢，所以大家觉得哦，这是他对他长期不满情绪的延伸。那接下来哦，就说川普在这2周会决定联准会的新人选。那美国也放话啊，说这个中国大陆我们这边要解禁 H200嘛，那当然就是这个解禁之后，阿里巴巴跟抖音的母公司也有意大量的来订购。那是不是也等不及川普放行哦？路透就有报道说有中国的顶尖大学跟资料中心的公司哦，和隶属于中国军方的实体哦，其实也都透过各种管道在采购 H200的晶片。那甚至还传出中国大陆的官员哦，在9号致函要求科技公司回答开发 AI 模型需要多少 H200的晶片。那10号又跟这些业者开会讨论是否允许采购 H200。那说中国大陆官员已经向科技公司表示，很快就会通知政府来进行决定。所以辉达的200晶片获准输入哦，但美国的鹰派还是有一群人认为哦，共军会借着美国的 AI 技术而壮大。好，这也是当初川普很担心哦，但似乎看起来黄仁勋这边已经说服了川普，所以目前 H200是可以到中国大陆的。好，那我们也传出说有这个 DeepSeek 只使用走私 Blackwell 的晶片来训练，但是辉达驳斥哦，说没有看到任何实证，但是会继续的追查收到的任何线索。那现在 AI 哦是整个世界的一个战争的中心嘛，我们看到加速 AI 的开发，中国大陆这边启用横跨2000公里全球最大的运算网，那也会带来一个新的革命。那四川的机器人训练基地哦，也在协助机器人进军多个产业。那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实体 AI 机器人进入多个行业来进行准备，包含是制造业、医疗保健、城市管理等等的应急项目哦，都有很多的基本技能。那预计未来哦，在几年内哦 ，AI 的产业会迎来世界的这个市场繁荣。根据中国电子学会的预测，到了2030年啊，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会达到8700亿元的人民币。当然，这就是大家认为说未来就是一个机器人的天下。好，但这些都是要用到 AI 晶片，所以未来我才说这是一个晶片的世代。好，我们先问邱毅委员。川普虽然吹嘘美国的经济很好，尤其总是拿拜登来说嘴，但是美国的经济到底好不好呢？刚才主持人也特别提到了，川普对于联准会的主席鲍威尔非常的不满意。是为什么不满意？他认为在鲍尔的主导之下，联准会降息不降的幅度不够大，降得不够快。那我请问你，如果美国的经济真的很好的话，那川普何必要不断的逼迫鲍尔，甚至准备在明年要把鲍尔给换掉呢？川普也曾经盖牌过啊，因为他的劳动的统计局得到的结果是就业机会少了，就业率下降了，失业率增加了。川普很生气，他觉得这个会破坏他平常吹嘘经济成绩好的吹牛说辞，所以就盖牌啦。然后劳动统计局的局长也被 fire 掉啦。如果美国的经济真的很好，川普怎么会有这些动作？热腾腾的消息，昨天美国联准会今年以来第3次降息，可是联准会的12个委员里面，基本上比较保守的还是占了多数，占了9位。他们认为说，在总统的压力下不降也不行，所以呢，我们要慢慢的降。所以这次只降25个基点，
就是只降0.25%，那预期在明年的3月还会再降25个基点，这大概符合市场里面对利息会降息的预期，所以黄金价一定会涨。然后美国的资金呢，会随着美元的贬值，会流往新兴市场，这个大概是被确定的事情。但是黄金的价格已经到历史的高点，所以再继续的追高，它的风险是很大的。这一点大家在理财的人要特别的考虑到。美国的经济好不好？其实鲍尔已经告诉你很清楚了，现在的通膨已经超过了联准会定的2%，而且超过的幅度越来越大。他认为就是川普的关税政策造成。另外的，美国的失业率已经4.4%啦，4.4%的失业率是非常高的。这个基本上这一次为什么联准会保守派最后决定降息25个基点，就是因为他保就业嘛。是保就业跟抑制通膨两者，他只好选择保就业，先把就业给救了。但是真的救得了吗？所以现在川普非常需要中国大陆来帮忙，所以这时候高市在想要搞中日之间的纷争，拉美国下水是不容易的。好，谢大使你怎么看这件事？那个川普前几天在他的脸书上在他的这个社团社区媒体啊，正式公布说已经同意辉达卖 H200晶片给中国大陆，可是辉达要给美国25%的利润，这个是出口税。那辉达你卖了赚的钱25%要分给美国政府，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现在的球就丢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事实上已经很明白的进了 H20，那个是降规版的 H20。因为黄仁勋自己在前几天在一个公开的讲演，他说我这个辉达晶片很有趣啊，美国也进不准我卖，中国大陆也进不准买。可是这一次川普开放的是 H200，不是 H20，H20是特供，专门对中国市场设，可是也进了，中国大陆也进了。那现在这个 H200，事实上的话，它是现在辉达有的晶片里面的算是那个第2级的，第1级叫 Blackwell， 这它顶级它还是没有卖。H200是它目前的等于旗舰下面的第2级。那中国大陆是不是要准备买呢？事实上，我看媒体报道，大陆的主管单位已经跟这些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啊，还有腾讯这几个大这个所谓的 AI 晶片的大的用户在开会说要不要买？为什么？因为这个晶片买进去以后会抢占中国大陆本身的 AI 晶片的未来市场。你要知道，华为的升腾 910C、910B 90C， 现在也在赶得很快，它的能效已经超过 H20了，所以大陆才会进 H20。可是这个H200这个效能效是超过 H20的。那你现在让大陆这些用户大量的买了这个 NVIDIA 的以后那将来中国大陆研发的 AI 晶片，如果也接近 H200，可能就没有市场。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抉择。所以现在这个大陆的决策还没有最后决定。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川普最后会说好了，黄仁勋，我就让你卖了 H200。黄仁勋去说服川普的时候，在过去还有现在都只有一句话，他说：开放才是最好的压制。你美国的晶片不进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很快自己晶片就出来了。所以你现在还占有优势的时候，你就赶快卖给中国大陆。你就可以压制中国大陆的本土的 AI 的晶片的制造商它的未来市场的机会。所以你看这个竞争的多激烈。不过我觉得川普虽然他想到压制中国大陆晶片，可是我看他最乐的是那个25%的，就是说你的利润要分给美国的政府。你知道照美国宪法来讲，你这种叫出口税，出口税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所以呢，川普现在他的关税还要等着美国这个最高法院最后判决。最近他在这个 X 上每天都在写这个，可见他对于
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啊，最后对他的这个关税判决啊，他是没有信心的。那更不要说你现在对出口你还要抽25%的税，你川普也想赚钱想疯了吧？有明教授怎么看？我们最近看啊，从大概2018年开始，拜登政府，其实应该是说川普第一任就对中国采取贸易战，很快的科技战。贸易战是提高关税，科技战是做这些先进科技技术的打压管制，好，然后呢，再发展到全面性的对中国科技的这些打压。现在很多人现在回来思考，其实中国大陆在2000年的时候加入到 WTO 之后啊，其实蛮接受这个国际分工的这一套，一直到被打压之前，它的半导体产业其实基本上主要是消费方，而在制造方或者是设计方其实非常弱。可是为什么在打压之后，它现在今天2025年中国的成熟晶片已经是可以喊定价权了，它的消费到制造到设计都可以掌握了，只不过是在7奈米以上的这个先进晶片的这个技术，它还在后面追赶。可是呢，11月25号，《金融时报》的一个记者叫做罗宾·哈丁，他的一篇文章现在在西方都在讨论，就是中国让贸易变得不可能。不要被误导啊，他不是在讲中国威胁论，他在讲这一切都是西方自己造成的。因为当中国愿意接受国际分工的时候，结果西方觉得中国来势汹汹，开始用这种经济霸权的科技战、贸易战，不止美国，到西方、到日本都在对中国进行打压、管制，限制住，一切都以国家安全为名，甚至还把孟晚舟软禁了1000多天。你这个时候，如果你任何的中国方，不管是政治决策者还是企业方，怎么办？你要求技术自主啊，你要走出自己的路啊。你要知道，2025中国制造，它当初只是想做中等制造强国，一直到2035才想要做制造强国之林。但是川建国、拜振华把这整个提早了10年。今天2025，中国已经是世界制造强国，1等1的强国了。比亚迪有10万个工程研发人员呐。然后呢，全世界的这些太阳能80%都是中国在掌控的。现在中国不需要进口什么东西了，唯一的一个黄金，大量的进口黄金，中国什么都能够制造。以前它是卖玩具、买飞机卖房、卖衣服、买机床，现在呢，它什么都卖，它什么都做。问题是，所有西方的市场、一般的消费者全盘接受。为什么？价格低，品质好，然后呢，变化快，符合所有的消费的需求。各位，你想想看，